先说一个很反常的现象，2026年的台湾安静的不太对劲。根据气象署的统计，全台湾一年的有感地震正常大约是500到700个，可是今年到目前为止竟然只有160多个，少得出奇。你可能会想，地震少难道不是好事吗？可是熟悉这块土地的老人家都懂一句老话，地牛太安静的时候，往往不是因为它睡熟了，而是因为它正在把力气一点一点往身体里头收。地底下的能量不会因为地面风平浪静就凭空消失，它只会越积越多，越压越紧，等着有一天找一个出口，以此还清。然后沉默被打破了。2026年5月17日早上8点46分，南投埔里突然摇了一下，规模5.1，深度只有15.5公里，是标准的极浅层地震。中部好几个县市的手机在同一秒钟响起国家级警报那种刺耳的声音。那一天刚好是国中教育会考，有的考场考到一半，整个摇了起来。这一摇，摇断了南投整整1年挂零的记录，也让很多人的心揪了起来。因为地震专家郭凯文出来说了一句话，这起地震的成因跟1999年那场921大地震几乎一模一样，而且震央就刚刚好落在921的地震带上。他还打了一个比方，这次释放的能量大约是 0.022 颗原子弹，而那个破裂的面积差不多就是一整个台北市大安区那么大。你有没有发现，专家明明在讲南投的地震，讲着讲着嘴里却冒出了台北。而几乎就在同一段日子里，2026年5月1日的晚上，宜兰外海又来了一个规模 6.1 的地震，深度将近100公里。这一次灾防告警直接打进了宜兰、桃园、基隆还有台北跟新北人的手机。短短半个月，台湾的北边跟中间像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轻轻戳了2下，仿佛在说我还在这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两股力量，一股来自天上的神明，一股来自远方的占星，竟然不约而同把手指向了同一个地方，一个我们很多人天天在里面上班、吃饭、睡觉、把孩子养大的地方。而那个地方不是大家以为的花莲。我们先从很多人都在等的那个人阿南德说起。2025年的平安夜，当大部分的人都在过节的时候，他在俄罗斯上传了一支新影片，谈的是2026年。他说了一句很重的话，他说2026年将会是400年一遇的重大转折，是整个文明的一个爆点。他的根据是吠陀占星里头土星跟罗喉这些星象的异动。他说，自从2020年那场席卷全球的疫情之后，这个世界就进入了一个全新而且很不安稳的时代，冲突一场接一场，平民伤亡的数字突然就多了起来，而2026年会把这一切推到一个顶点。他这个人到底准不准？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一把尺，但是大家会一直等他开口，也不是没有原因。这些年他讲过的事情里头，从那场席卷全球的疫情，到缅甸的大地震，到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到哈马斯突袭以色列，有好几件都被他事先点到了。也正是因为2019年那次对疫情的提醒，台湾才开始认真把印度占星当一回事来看。所以当他在平安夜把2026年讲得这么重的时候，没有人敢完全当作耳边风。他看世界的方式跟我们不太一样，他认为这个世界不是随机乱跑的，而是一台被业力跟星象精密驱动的大机器。在他眼里，2026年之所以这么关键，是因为他刚好走到了一个400年的大周期，一个集体业力要被结算的转折点。过去这几年累积下来的种种冲突、种种恶因，会在这一年集中地讨回它的果。听起来很玄，可是你回头看看这几年的世界，战争、瘟疫、天灾，一件接着一件，好像真的有那么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在把人类往一个方向推。也不是全部都是坏消息。他同时也说，2026年在医疗跟科技这2个领域很可能会迎来重大的突破。这就是他想传达的一种平衡，旧的东西在崩塌，新的东西也在诞生，危机跟转机从来都是绑在一起的。在这支影片里，他点明了4个高风险的地区。第一个是中国，他特别提到西北跟东北，还说了一句让人很在意的话，
中国将会面临重大的问题。第二个是菲律宾，第三个是北韩跟整个朝鲜半岛。他甚至说，如果北韩出了大事，影响的就不只是那一块，恐怕会牵动整个自由世界。第四个是日本，你把这4个地方摊开在地图上看一看，日本在北，菲律宾在南，中国在西，朝鲜半岛在东北。然后你会发现一件很毛骨悚然的事，这4个被圈起来的红圈刚刚好把一个小小的岛围在了正中央，那个岛就是台湾。阿南德这一次没有把台湾的名字直接念出来，可是当你身边的四面八方全都被划成了危险区，你觉得待在那个风暴正中心的人能够真的置身事外吗？而且大家可能忘了，他其实早就提醒过台湾，更早以前他就讲过，台湾要特别留意天灾跟地震的风险。他还说，台湾是一个灵性事业百花齐放的地方，什么命理，什么疗愈，大家都能接受。可也正因为这样，特别容易滋生那种打着心灵名号的诈骗。他要台湾人保持警觉，但是不要过度恐慌。这句话我们等一下还会再提到，因为它太重要了。更让人睡不着的是他给出的3个时间点。他说2026年里有3段日子要特别小心，第一波是4月的下半个月，第二波是7月24日的前后10天。他说这是星盘算出来的高风险窗口，第3波是11月的中旬。他说那段时间全球冲突跟灾害的几率会明显升高。我们现在站的这个时间，4月那一波已经过去了，可是7月下旬那个红圈还有11月中旬那个红圈就静静地挂在前面不远的地方等着我们。说到这里，我知道一定会有人皱眉头，阿南德的话到底能不能信？我这里要很诚实地跟大家说一件事，因为这件事恰恰是这支影片最重要的态度。2025年的6月，网络上疯传一则消息，说阿南德预言台湾会在6月14日凌晨3点47分发生规模 8.2 的大地震，还会引发海啸。当时整个台湾都炸锅了，连艺人都跳出来苦中作乐。有人说我已经在楼下准备好了，五月天的阿信还回了一句3点45了。结果呢？那一夜台湾什么事都没有。后来有网友很有求证精神，直接写信去问阿南德本人。阿南德气的回信说，我从来没有讲过这种胡说八道，是有人一直想毁坏我的名誉。请问你的消息来源到底是谁？你看，连一个准确的日期，一个准确的规模都可能是假的，都可能是有心人编出来吓你的。所以这支影片不打算跟你玩那种猜日期、报规模的把戏，因为那种东西干规的几率太高了，而且只会让人白白恐慌一场。在很久以前，以神明的名义发预言，如果预言落空，是要负很大责任的，因为预言会牵动人心，会让人惶惶不安。我们要做的是另外一件更踏实的事，我们要把神明的提醒，把占星的方向跟一样冷冰冰，不会骗人也不会作秀的东西放在一起对照，那样东西叫做地质学，叫做科学家用几十年一铲一铲从台湾这块土地底下挖出来的真相。而在我们翻开那本地底的账本之前，先来看看天上的妈祖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每一年的农历过年，台湾各大庙宇都会致劭向神明请示一支国运签，那是民间信仰里头神明对这一整年最直白的提醒。2026年是丙午马年，今年的签气氛特别不一样，特别沉，特别重。整体看下来，多数的签都在劝大家守成，要稳，要小心。最早抽出来的是高雄一间公庙，抽到的是第38首下下签，签文写着琼银唧唧守孤围，千里悬悬望信归。蟋蟀在孤单的帐子边唧唧地叫，人在千里之外苦苦等着一封不来的信，那是一种很凄凉很不安的意象。庙方的解释让人听了心惊，他们说这象征今年社会口舌是非很多，国际情势动荡不安，而且今年8月以后可能会遇到极端气候这一类的异常。经济方面，3到4月还可能出现泡沫破掉的现象。注意听那一句8月以后。北港朝天宫抽到的港运签是一支中下签，
签文是龙虎相交在门前，黄金忽然变成铁，龙跟虎在门前相争，本来值钱的黄金一下子变成不值钱的铁。妙方说，这代表今年很容易有对立，有内斗，要小心无谓的争吵，把好好的局面给断送掉。而真正让我头皮发麻的是有宫庙向妈祖请示的那一组四季公签、道签、豆签、瓜签，还有海签。我们先看那支瓜签，签文是：忽见蛟龙起海中，云腾至雨浪滔天，善人遇此心安定，庸俗相逢胆战冲。你闭上眼睛想象一下那个画面，本来平静的大海，忽然之间一条蛟龙从海底窜了起来，乌云翻腾，暴雨倾盆，海浪高得像要把天卷下来，一条从海中窜起的龙掀起滔天巨浪。这会不会就是地震、海啸最古老的一种说法？而签文最后说，碰到这种场面，善良而冷静的人心是安定的，只有那些慌乱无措的人才会吓得发抖。再看那只海签，更直接，签文是：种稻高原逢旱岁，插苗低亩逢临年，遇晴不晴雨不雨，天不绝人人绝天。把稻子种在高处，偏偏遇到大旱；把秧苗插在低处，偏偏遇到大雨，想要天晴；天不晴，想要下雨，雨不下。最后那一句，天不绝人，人绝天，意思是老天爷本来没有想要赶尽杀绝，是人自己把自己的活路给断了。当然，也不是所有的签都那么黑暗。大甲镇澜宫由董事长制出的人口签是一支中上签，欲去长江水阔茫，行船把定未遭风。台南南昆身带天府抽到的甚至是中上上签，嘉义新港奉天宫抽到的更是上上签。很多解签的老师都用4个字来形容今年拨乱反正，意思是今年虽然会很乱，会先苦，可是只要人心能够稳住，能够在乱局里头建立起秩序跟共识，最后还是能够逢凶化吉，先忧后吉。把这几支签合起来看，神明想说的其实很清楚，今年的天灾跟动荡不会缺席，尤其是8月以后，海上那条蛟龙要小心。但是最大的危机往往不是天降下来的，而是人自己招来的。天不绝人，是人绝天。而面对那条从海中窜起的龙，能够保命的是善人遇此心安定那6个字里头那一份安定。很多人一听到妈祖显灵，就想到的是庙里的神迹，是智晓，是托梦，觉得那是迷信。可是你换一个角度想，台湾这座岛在这片地震带上已经住了几百年、几千年，一代又一代的先民在这里经历过无数次的天摇地动，无数次的海上风浪。他们把这些用命换来的教训，把对大海的敬畏，对土地的警觉，全都揉进了对妈祖的信仰里，揉进了一支又一支的签诗里，揉进了每一年那场用脚走出来的绕境里。所谓的妈祖显灵，与其说是神明开口说话，不如说是这座岛上的人几百年来累积下来的集体智慧跟直觉，借着神明的口，再向我们这些后代子孙发出最古老也最温柔的提醒。神明真正想护住的，从来不是哪一座庙，而是庙前那一张张活生生的脸。说到妈祖跟天灾，这里有一个你可能不知道的故事，一个让人起鸡皮疙瘩的巧合。台湾其实真的有一个用妈祖的名字命名的防灾计划，它就叫做妈祖计划。这不是迷信，是100%的科学工程。因为台湾坐落在菲律宾海板块跟欧亚大陆板块的交界上，全台湾有 70% 的地震都集中在东部的外海。为了能够早一点侦测到地震跟海啸，台湾的科学家从宜兰头城往外海一路铺设了一条长达45公里的海底电缆，在电缆的尾端装上了海底地震仪跟海啸计，位置大概在苏澳东边的外海30公里。这是台湾第一套海底地震监测系统，它能让地震的预警多争取到10秒，让海啸的通报多争取到10分钟。别小看这短短的10秒、10分钟，在大灾难面前，这几秒几分钟就是让你来得及躲到桌子底下，来得及冲出家门，来得及抱起孩子往高处跑的生与死的距离。而你看，连最理性的科学家在面对这块土地最危险的东部海域时，都忍不住把守护的希望
寄托在妈祖的身上，把这套系统叫做妈祖计划。妈祖的眼睛就这样一直死死地盯着东边的大海。每一年农历3月，还有那场全台湾最盛大的宗教活动——大甲妈祖绕境进香。2026年的大甲妈是4月17日深夜起驾，走9天8夜，全程340公里。今年的主题是一个字：善。几十万、上百万的信徒跟着妈祖的銮轿，从台中一路走过彰化、云林、嘉义。那是台湾人把心里的不安，把对平安的祈求，一步一步用脚走出来的虔诚。妈祖被请出来绕境，本身就是在替这块土地扫除灾厄，保佑众生。可是问题就出在这里，妈祖计划盯着东边，403那场大地震在东边，这几年没完没了的余震大多也在东边的花莲。于是全台湾的目光整整2年都被牢牢地定在了花莲。一讲到地震，大家第一个想到的永远是花莲。再加上这1-2年，日本那边的消息更是把所有人的视线全都吸到了东边跟外海。有一位日本的漫画家做过一个很有名的预知梦，他说他梦到日本的南海海槽会发生超级大地震，海底被炸出一条裂缝，岩浆喷出来，掀起上百公尺高的海啸，把日本1/3的国土给毁掉。而台湾会在那场巨变里从海面隆起，跟菲律宾、香港连成一块新大陆。这个梦被他说中过好几次大事，所以2025年吓坏了一大票人。再加上日本官方自己评估，未来30年内南海海槽发生规模8到9大地震的几率高达 80%， 光是估算的灾后经济损失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富士山会不会跟着喷也被讲得沸沸扬扬。而且离我们更近的就在宜兰的外海，还趴着一座龟山岛。很多人以为龟山岛不过是一个风景区，是出海赏鲸会经过的地方，可是科学家早就证实，它跟大屯火山一样，也是一座如假包换的活火山。而且它底下那个岩浆库体积还是大屯火山的 1.5 倍大。科学家说，万一有一天龟山岛喷发，最可能引发的就是海啸，而第一个首当其冲被海浪吞掉的就是又低又平的宜兰平原。你再回头想想，2026年5月第一个被摇醒的不就是宜兰的外海吗？你再想想那只瓜签里头那一句忽见蛟龙起海中，那一条从海里头忽然窜起来的龙，会不会根本就藏在我们的东边？于是你看，全世界的眼睛全都望向了台湾的东边，望向了日本，望向了那个大家以为下一场世纪大灾难会发生的地方。但是朋友，我今天就是要跟你讲一句可能会得罪很多人的话，不管是花莲还是日本的方向，恐怕都不是那个离我们最近最该担心的答案。我们先把镜头从台湾这座岛往外太空的方向狠狠地拉高。台湾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地震？因为我们刚刚好就坐在全世界地震跟火山最密集的那一圈上面，那一圈叫做环太平洋火环带。在我们的脚底下，菲律宾海板块跟欧亚板块正用1年大约8公分的速度硬碰硬的对撞挤压，整座台湾岛根本就是这2块大板块，几百万年来你推我挤，硬生生把海底的地层顶出海面，挤出来的一座年轻的山。换句话说，这座岛本身就是被地震给挤出来的。所以对台湾人来讲，地震从来就不是会不会发生的问题，而是它会在哪里，在什么时候找上门来的问题。为什么？这不是说花莲不危险。2024年那场403大地震，规模 7.2， 是921之后台湾最强的一次，余震多到数不清，那当然惊天动地。可是你要懂得地牛的脾气，台湾的东部是板块正面对撞硬碰硬的最前线，那里的地壳几乎天天在动，每隔一阵子就来一次中型地震。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东部的能量是一笔一笔常常在还的，它不太会一次累积到一个天文数字，然后一口气爆掉。就像一个人常常运动，常常流汗，身体反而不容易突然爆出大病。而且花莲人经历过太多次地震了，房子盖得相对有抗震意识，人口也比较分散。东部是台湾在呼吸在喘气的地方，真正可怕的
从来不是那个常常出声的地方，而是那个安静了太久太久，久到大家都忘了它存在，但是底下却塞满了人的地方。地质学上有一个很冷的道理，一条断层如果长期被牢牢地卡住，动弹不得，那它不是没事，而是正在默默地把板块推挤的力量一年又一年全部积攒在自己的身上，卡得越久，积得越多，等到哪一天它再也撑不住，一口气崩开的那一刻，释放出来的能量就越惊人。常常小镇的地方是把钱一块一块地零花掉，而长期沉默的地方是在偷偷地存一笔足以让你倾家荡产的巨款。而台北脚底下那条断层刚刚好就是后者。现在我们把妈祖签诗里头那个8月以后的天灾，那条从海中窜起的蛟龙，跟阿南德圈出来的把台湾围在正中央的危险，还有科学家挖出来的地底真相，3条线叠在一起，他们交汇的那一个点，那个我说的同一死结坐标浮出来了。它不在东边，它在北边，它就是台北，一座住了将近250万人的台湾的心脏。接下来我要讲的每一个字都不是我编的，全部是台湾的中央气象署地质调查单位还有大学的地质学教授摊在阳光底下讲过的话。台北市的底下藏着一条断层，它的名字叫做山脚断层。在全台湾36条活动断层里头，被多位专家异口同声点名，认为最危险最让人睡不着的那一条就是它。注意，不是大家比较听过的车龙埔，也不是梅山，而是这条很多台北人听都没听过的山脚断层。它是一条正断层，从新北市的树林开始，一路往北延伸，穿过芦洲、关渡、北投，最后在新北市的金山钻进大海。早期认为它大约13到21公里，可是后来的调查吓了所有人一跳，发现它的真实长度可能长达40公里，足足是过去认知的2倍。一条断层凭空涨了1倍，这在地质学界是一件大事。你可别以为这条断层经过的都是什么荒山野岭，刚刚好相反，它一路穿过的新庄、泰山、五股、芦洲，全都是新北市人口最稠密、房子盖得最挤的地方。光是新庄一个区涉及的人口就超过42万，泰山、五股加起来也将近20万。这条断层只要一翻身，第一时间被波及的至少就是将近60万人。而最讽刺的是，这几年建商广告打得最凶，年轻人挤破了头，掏空积蓄也想买进去的那几个重划区，像是温仔镇、周子阳、泰山18甲，还有新庄副都心那一带，刚刚好就有好几块压在这条断层的公告范围上，一栋一栋崭新漂亮的高楼正一根一根的盖在这条沉睡巨龙的背脊上。而过了淡水河往北，这条断层还会更直接的切进大屯火山群的身体里，穿过七星山、冷水坑还有梦幻湖那一带。大屯火山这4个字你先给我记住，因为等一下它会用一种更可怕的方式再回来找我们。这条断层有多老？它大约在50万到70万年前就开始活动，而台北盆地这个大碗公就是被它一次又一次的陷落给拉出来的。地质学家从盆地的地层算过，台北盆地至少已经往下陷了600多公尺。换句话说，过去这50万年里，山脚断层造成过的大地震少说也有好几百次。那它上一次发作是什么时候？答案是大约在1万年前。1万年听起来好像很安全，对不对？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说这条断层太久没动了，不用太担心。可是地质学家会告诉你另外一种更冷的算法。有学者推估，山脚断层的地震周期大约是700年，而现在可能才走了一半。换句话说，它不是死了，它只是在睡觉，而且它睡的这张床正被我们人类用一种很危险的方式摇来摇去。专家特别点出，政府这些年不断在低洼地，在容易积水的地方填土开发、盖房子，这种做法会增加地壳的负担，把地震的周期提早给缩短。我们以为我们在盖一座更繁华的城市，会不会其实是在替地底那条龙提早上闹钟？那么
如果有一天这条沉睡的巨龙翻了个身，台北会变成什么样子？中央气象署讲过一个画面，我每次想到都会发抖。他们说，山脚断层一旦错动，引发大地震，台北盆地会有一大块直接塌陷下去，然后淡水河的海水会像决堤一样从河口倒灌进来，把台北的许多地方整个淹没，有一部分的区域甚至会直接变成沼泽。一座200多万人的繁华都市，眼睁睁看着它沉下去，灌进海水，变回一片烂泥地。你以为这是科幻片吗？不，这是历史，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时间回到1694年，清朝康熙年间，台北曾经发生过一场大地震。那场地震让今天士林一带的麻哨翁社整个陷进了基隆河里，台北盆地真的变成了一片汪洋大水。后来有一位叫郁永河的清朝官员来到台北采硫，亲眼看到了那一大片在盆地里的湖水，把它记了下来。后人就把这片地震陷落出来的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康熙台北湖。那不是传说，那是写在历史记录里头。台北曾经被自己脚下的土地狠狠地吞下去过一次。还没完，1909年，台北附近又发生过一场规模 7.3 的强震，当时造成9个人死亡，51个人受伤，122间房屋全部倒塌。在那个台北还没几栋高楼，人口也没这么挤的年代，就已经是这样的惨况。那今天的台北呢？今天的台北又是什么状况？这才是整件事情最残酷的地方。整个大台北盆地住了全台湾1/3的人口，加起来大约有700万到800万人。盆地的面积只有240平方公里，可是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塞了将近3万人，是全世界都市里头人挤人挤的最厉害的地方之一。而这么多的人，脚底下踩的是什么？台北盆地是一个由松软的泥沙堆积出来的大碗弓，地震波一旦传进这种松软的盆地，不但不会减弱，反而会被放大，会在碗里头来回震荡，摇得又久又剧烈。这个现象，地质学上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盆地效应。你可以想象一下，同样是摇晃，把一块石头放在坚硬的地板上摇，跟把一块软趴趴的果冻放在碗里摇，哪一个晃得更厉害更久？台北就是那一碗盛满了人的果冻。科学家甚至实际量测过，在台北最繁华的信义区，信义国小底下那一层松软的地层特别厚，地震波传到那里被放大的程度明显比旁边不远的学校还要更大。也就是说，同样一场地震在台北盆地里头，不同的地方摇起来的剧烈程度可能天差地远，而偏偏最软被放大的最凶的那几块，往往就是高楼盖得最密，人挤得最多的精华区。更要命的是房子，根据统计，台北市里头屋龄超过30年的危老建筑高达64万户。还有专家直接点破，台北有非常多10几层楼的大楼，当年盖的时候根本没有经过严格的结构审查，一旦大地震来了，这些老房子，这些没审过的大楼会变成什么？而且台北盆地这种松软的土质，只要遇到5级以上的摇晃，就很可能发生土壤液化，地底下的土会在瞬间变得像液体一样，整个拖不住上面的房子。房子的地基一失去支撑，轻则倾斜，重则整栋倒下去。这里还有一个很多人都忽略的关键，台湾的房子到底耐不耐震，跟它是哪一年盖的关系非常大。1999年那场921大地震，用无数条人命换来的惨痛教训，逼着政府把建筑物的耐震法规狠狠地往上修了一大级。也就是说，在那之后才盖的房子标准比较严，相对让人安心。可是你反过来想，台北满街那些屋龄30-40年的老公寓、老大楼，几乎全部都是用921以前的旧标准盖出来的。更别提台湾还经历过海沙屋、辐射屋那一段荒唐的年代，多少当年偷工减料盖出来的房子，到今天都还住着人。还有一种房子特别要命，就是那种把1楼打通，拿去当店面、当骑楼、当停车场，柱子又细又少的大楼。地震一来，最先撑不住的就是那个被掏空的1楼，整栋楼很可能就从1楼开始硬生生地坐下去。有一位台大的退休教授讲过一句话，
听完让人脊背发凉。他说，他最担心的就是台北的山脚断层，因为台湾有1/3的人住在这里，危老建筑又这么多，不要说规模 6.8， 可能只要一个规模 6.4 的地震发生在台北，就会酿成大麻烦。6.4， 你回头想想，2026年5月南投埔里那场地震是 5.1， 宜兰外海那场是 6.1， 我们离那个让专家最害怕的数字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远。闭上眼睛，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假设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日早晨，捷运里挤满了人，高架桥上塞满了车，几百万人正准备开始这一天，然后地牛翻身了，整个松软的盆地像一碗果冻一样被甩来甩去，越摇越大，越摇越久。老旧的公寓开始发出可怕的声响，没有补强过的大楼开始倾斜，地底下那些松软的土瞬间液化，拖不住地基，被海水从淡水河口倒灌的低洼地开始进水，瓦斯管线断裂引发的火可能比地震本身烧掉更多东西。在那种人挤人的密度底下，光是要逃、要疏散、要救援都会是一场噩梦。地底下的捷运隧道，头顶上的高架道路，那些我们每天习以为常觉得理所当然的方便，在那一刻全都可能变成最危险的陷阱。供水、供电、瓦斯、通讯，这些维系一座千万人都市运转的命脉，只要断上几条，整座城市就会在短短几分钟之内倒退回100年前。这不是要吓你，这是专家们一再推演过，最不愿意看到却又不得不防的最坏的那一种可能。正因为它这么可怕，我们才更不能假装没看见。而且台北头上悬着的还不只是这一把刀。还记得刚刚我们说那条山脚断层往北会直接切进大屯火山群吗？没错，台北的北边就趴着一座大屯火山，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以为它早就死透了，是一座死火山，是台北人的后花园，是泡温泉、赏海域的好地方。可是中央研究院的科学家林正宏带着他的团队，用一种很聪明的办法去倾听地底下传来的地震波，结果在2017年第一次证实了一件让人头皮发麻的事：大屯火山的底下真的有一个活着的岩浆库。而且后来更精密的研究还发现，这个岩浆库的顶部离地表竟然只有大约8公里，形状像一个牛奶瓶，那个剖面的大小差不多就是一整个台北市北投区那么大。换句话说，几百万台北人居住的城市北边就悬着这么一锅离地表只有8公里的滚烫岩浆。你以为它在沉睡，可是它从来没有停止呼吸。在阳明山上有一个地方叫做大油坑，那是全台湾规模最大的喷气孔，从地底冒出来的气温度高达120度。科学家甚至观测到那里平均每18分钟就会发生一次规律的小地震，就像一头巨兽沉稳又规律的心跳。还有小油坑那一带，3不5时就传出爆炸式的喷气声。金山、北投那些有名的温泉，那一缕一缕从地底冒上来的白烟，其实全都是这座火山还活得好好的证据。你再想想，300多年前那位记下康熙台北湖的郁永河，他大老远跑来台北是来做什么的？他就是来这片成天冒着硫磺烟的山谷里采硫磺的啊！你看，这座岛的危险从来就不是什么新闻，它是写在300多年前的古书里，一路冒烟冒到了今天。科学家还说，万一有一天大屯火山群里的七星山真的活动起来，那些滚烫的熔岩流、火山碎屑流、火山泥流很可能会沿着黄溪一路往北投，天母冲下去。要是这些泥流冲到关渡，那个河口最窄的地方，把淡水河、基隆河给堵死，河水排不出去，整个台北盆地又是另一场淹大水的灾难。所以当年有记者问气象署的地震中心主任要不要担心山脚断层，他讲了一句更可怕的话。他说，要担心山脚断层，不如先担心大屯火山会不会爆发。一条沉睡的断层，加上一座没有完全死透的火山，再加上几百万挤在松软晚宫里的人，跟一栋接一栋的危老房子，这就是台北。而最让人心疼的一个讽刺是，这座250万人的城市，这几年的人口其实一直在往下掉，
年轻人在台北买不起房子，结了婚，生了孩子，只好一个一个搬出去。台北的人口从260万跌到250万，又一路往下，留下来的很多是走不开的长辈，是还在咬牙撑房贷的家庭。我们一边在这座越来越贵、越来越挤不下年轻人的城市里苦撑，一边却很少有人停下来想一想，我们脚底下踩着的到底是什么？我们花光了一辈子的积蓄，背上了30年的房贷，买进的那一间广告上写着增值潜力无穷的新房子，会不会刚刚好就盖在那条断层、那座火山、那一碗最软的果冻的正中央？我们以为自己判了命，是在替家人挣一个遮风避雨的安稳，可是我们从来没有问过一句，这个我们用半辈子换来的窝到底安不安全？这不是要你别买房，而是希望你在签下那一份合约之前，除了看价格、看交通，也愿意多花10分钟去看一看那一张大家都不太想看的地质图。现在你应该明白，为什么神明跟占星会不约而同把方向绕开了大家死盯着的花莲，指向这座250万人的重镇了吧？妈祖的签诗说，8月以后有天灾，海上有蛟龙窜起，掀起滔天巨浪，而且天不绝人，人绝天。神明点出了时间，点出了那条从海里来的龙，也点出了那个最致命的真相。最大的灾难是人自己用几十年的时间一栋一栋盖出来的。阿南德的星盘说，台湾被危险的红圈围在了正中央，而7月下旬跟11月中旬是2个要瞪大眼睛的窗口。占星没有点出地点，可是被围在最中心又最脆弱的就是那个塞满了人，地底下却睡着一条断层的盆地。而科学家的铲子说，这一切都不是空穴来风。山脚断层、盆地效应、64万户危老建筑、土壤液化、大屯火山、康熙台北湖的历史、1909的死伤，全都是真的，全都还在那里，一个都没有消失。3条线，一条从天上来，一条从远方来，一条从地底来，最后交汇在同一个坐标，这就是我说的同一死结坐标。我们再把这几个时间点放在同一张月历上，一起看一次。妈祖的签说要小心8月以后的天灾，阿南德的星盘说7月下旬还有11月中旬是2个高风险的窗口。你有没有发现，神明跟占星不约而同都把警报的红灯按在了2026年的下半年？从盛夏到入冬的这几个月，就是他们眼里最需要绷紧神经的一段日子。可是我要再强调一次，这不是要你把日子圈起来，等着看哪一天会出事。那种猜日期的游戏，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是最不可取的。我要你记住的只是一个方向、一段时间，还有一份从现在这一刻就该开始的准备。讲到这里，我知道很多住在台北的朋友心已经凉了半截，所以接下来这几句话才是我今天真正最想跟你说的。千万别去，这4个字是用来吓你，让你愿意把这支影片看完的。但是说真的，台北住了250万人，这250万人不可能说搬就搬，也没有必要连夜逃命。如果你听完只剩下恐慌，那我们就跟2025年那些散播假地震谣言的人没有两样了。那我宁可不讲。我要你记住的是阿南德自己反复强调的一句话，他说，面对未知跟危机，最重要的是心理的韧性跟正向的力量。他说，有些威胁本身就是想要用创伤跟恐惧来瘫痪你的判断力，所以唯有保持冷静，保持理性，才能在动荡的年代里头把脑袋想清楚。这跟那只瓜签讲的善人欲此心安定是一模一样的道理。妈祖的签也告诉我们，拨乱反正，先忧后急，乱会来，但是只要人心稳得住，最后还是能够逢凶化吉。所以真正的死结坐标从来都不是写死在地图上的一个点，它是写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对它的态度里头，是侥幸还是准备，这才决定了那一天真的来临时你站在哪一边。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很简单，做5件事。第一件，去查。台湾有公开的活动断层查询系统，你只要输入自己家的地址，就能知道你住的地方
是不是正好压在断层上？附近的地震前世高不高？除了断层，政府其实也公开了一份土壤液化前世的地图，同样输入地址就能看到你家底下那一块是落在液化的高前世区还是低前世区。这两件事加起来花不到10分钟，可是查清楚了，比你听100个预言都还要有用。第二件，看房子。如果你住的正好是那64万户之一的老房子，那就去认真了解一下你们社区有没有机会做防灾型的都市更新，能不能申请补助做老屋的耐震评估，做结构的补强。就算你只是租屋族，也别觉得这跟你没关系。挑房子的时候，多问一句屋龄，多看一眼这栋楼的1楼是不是被掏空，都是在替自己多买一份保险。房子的命就是人的命，一栋有补强过的房子跟一栋没补强过的老楼，在大地震里可能就是2种完全不同的结局。第三件，准备。在家里，在公司放一个简单的防灾避难包，里头装点水，装点不会坏的存粮，装一只手电筒，装一点常备的药，还有家人重要的联络资料。地震最可怕的往往不是摇的那几秒，而是摇完之后那一段没水、没电、等待救援的漫长时间。第四件，记住保命动作。地震一来，趴下，掩护，稳住，躲到坚固的桌子底下，护住你的头跟脖子，抓紧桌角，等到摇晃停了再移动，不要慌张往外冲。掉落的招牌、玻璃、外墙往往比地震本身更伤人。第五件，约定。跟你的家人讲好一个地震发生时的汇合地点，讲好怎么联络。当所有的讯号全断的那一刻，这个事先讲好的约定就是你们能够在一片混乱里重新找到彼此的那一根线。老天爷真的要收人了吗？也许吧。马年的签是沉的，海上那条蛟龙是躁动的，占星的星象是乱的，台北地底的那条断层是醒着的。可是别忘了那只海签最后那5个字，天不绝人。老天爷从来没有真的想要赶尽杀绝，会把人推向绝路的往往是侥幸，是遗忘，是明明知道脚底下睡着一条龙，却假装它不存在的那一种逃避。也别忘了瓜签那一句善人欲此心安定，同样是面对滔天巨浪，慌的人吓得发抖，定的人却能护住自己，也护住身边的人。所以这支影片不是要你害怕台北，更不是要你逃离台北，而是希望你从今天起用一双清醒的眼睛重新看待你每天踩着的这块土地，把该查的查了，把该准备的准备了，把家人都叮咛了。这样就算有一天地牛真的翻了身，你也会是那个最先把家人护在身后站得最稳的人。妈祖会保佑准备好的人，老天爷也从来都只渡那个愿意先自渡的人。2026年，我们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心放定，平平安安走到年底。